他是建国以来最好色的部长，也是铁道部无法抹去的耻辱。他贪污腐化，霸占多名女下属，小到高铁售票员，大到一线女明星，甚至是俄罗斯留学的姑娘，全部拿下，通通成为了他后宫的一员。不仅如此，为了能够放肆烈焰，他勾结女老板疯狂敛财30多亿，涉案金额更是高达1800亿。1800亿是什么概念？横着铺可以绕地球3圈。有了钱，他将触角伸向娱乐圈，甚至染指美女如云的新版《红楼梦》剧组的丑闻，更是刷新了大众对于权色交易的认知底线。可谁也无法想象，如此一名牛到没有朋友的狠人，却仅仅是一个初中毕业的穷小子。为了能够快速爬升，他连娶3任老婆，其中2人是高官的女儿。他一边是雷厉风行，让世界惊叹的高铁教父，用短短10年的时间，带着中国铁路冲向了世界之巅；另一边却是荒淫无度，将公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权力怪兽，将整个铁道部变成了他个人狩猎与敛财的私人领地。他的一生既是中国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壮丽史诗，也是一段被欲望彻底腐蚀的官场现形记。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扒一扒这位中国铁路之父刘志军的魔幻一生。中国高铁有今天的成绩，有2个人绝对是功不可没的，一个是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另外一个呢是铁道部的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叫张曙光。这2位都进去了。这期我们先说刘志军。在当时的铁路系统内部，刘志军这个名字意味着绝对的权威与不可违抗的意志。他的后宫名单之长，涉及领域之广，简直挑战了人类对贪腐的想象力极限。那种不仅占有国内资源，连外籍女性都不放过的贪婪，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极度的权力傲慢。2013年6月14日，庭审第5日后，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烈阳和娄秋琴再次来到秦城监狱，在会见室里见到了他。与昔日不同，已成为阶下囚的刘志军早已没有了先前的风采，面容憔悴，神情黯然。但面对钱烈阳和娄秋琴时，他依旧表现得很从容。谈话中，他告诉自己的辩护律师说，无论生死都不上诉。在钱烈阳看来，刘志军颇有点看透生死的感觉。他认为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分别之时，隔着铁栅栏，刘志军双手紧握2位律师的手，再三致谢。最后钱烈阳问道，有没有话要带给你女儿？刘志军沉思片刻，回答道，也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是千万不要从政。那一刻，秦城监狱的灯光昏暗，映照在刘志军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这位曾经在铁道部一言九鼎的铁汉，在面临生死裁决时，内心深处最后的一丝温情，竟然给了他的女儿。他的一句千万不要从政，既是对自己这一生权力投机史的复盘，也是对政治绞肉机本质的恐惧。他深知，在没有法治边界的权力场里，所谓的成功不过是海市蜃楼，风一吹便只剩下冰冷的铁窗。在常人看来，这不过是寻常的一句叮嘱的话，其实从当时的刘志军嘴里说出，却蕴含着一定的深意。刘志军1953年出生于湖北鄂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即便从小家里不富裕，但刘志军却十分上进，心怀宽广。青少年时期的艰辛和磨砺，不仅磨练出了刘志军坚强的意志，过度的贫苦也让他越发的渴望成功，走出逆境。当时的鄂州农村，贫穷像是一道无法逾越的深沟。作为长子的刘志军，少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和沉重的农活。他曾看着疾驰而过的列车，眼中闪烁的不是对远方的向往，而是对那种能够撕裂贫穷、横冲直撞的巨大权力的渴望。这种极度的贫穷在他性格中打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极度自卑基础上的极度自尊。他可以为了几块钱的学费去卖血，也可以为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像野草一样疯狂地向下扎根。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手里握着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不被人俯视。这种原始的、野蛮的向上欲望，是他日后在官场中不择手段的心理原点。1972年，19岁那一年，他进了铁道部，当上了一名铁路养护工。当时恐怕连他自己都未曾料到，仅仅30年之后，他竟能一路高升至铁道部部长，甚至可以说能左右中国高铁的命脉。这里你是不是有个疑问？刘志军何德何能，凭什么能够如此厉害？正所谓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对于刘志军来说，这一点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时的刘志军20岁不到，每天与枕木、碎石和柏油打交道，但他这根木头里却藏着无数心眼。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他竟然懂得利用空余时间自学，不仅练就了一手能拿得出手的毛笔字，还把铁路规章制度背得滚瓜烂熟。每当领导视察，他总是那个汗水流得最多、汇报最流畅的人。他极擅长向上社交，哪怕兜里只有几块钱，也要买一包好烟递给科段的干事。在同事眼中，他勤奋好学、卑微懂事，实则他在暗中观察整个铁路局权力的脉络。他很清楚，像他这样没背景的穷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少奋斗30年的权力母体。在基层工作多年后，表现突出的刘志军渐渐走进了一个大人物的视野。当时时任武汉铁路局副局长的黄从权看中了他，并且格外赏识他的机灵和肯干，后来更是将其招为女婿，开始了对他的栽培和扶持。他的升迁之路离不开他前面的3任妻子，其中第1任妻子的作用非常关键。2人婚姻维持没过多久，这位局长就退休了，而他退休后把所有实权全部交给了刘志军，所以刘志军第一次尝到了靠女人往上爬的甜头，让他少走了很多弯路。黄从权的女婿成为了刘志军人生中的第1张通关金卡。为了赢取皇家的信任，刘志军表现出了近乎奴性的温顺。他每天早起去给老局长家送鲜奶、取报纸，甚至在岳父生病住院时，他在床头陪护的时间比亲儿子还长。这种近乎卑微的孝顺，让黄从权认定他是个厚道且可以托付重任的接班人。利用皇家的人脉，刘志军迅速从基层科室跃升为武汉分局的关键干部。然而，在权力面前，感恩是最廉价的筹码。在刘志军看来，这段婚姻只是一场资源置换。当黄局长退休，人脉逐渐凋零，这份契约在他心中也就到期了。然而到了今天，回头再看这件事，刘志军算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因为等他地位坐稳之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跟老婆离婚，然后火速找了第2任妻子。这第2任可是某位高官的千金，相比于之前的局长，这位的分量可要重得多。所以熬到这位高官退休之后，他用故法炮制获得了这位高官的全部人脉。也是因为这第2任老丈人，刘志军进入了铁道部的核心层，此时离铁道部部长位置只有1步之遥。眼看着第2位老丈人也没有多大作用了，所以他立即与第2任妻子离婚，并娶了第3位神秘女子。这位女士的身份据说非常特殊，网络上查不到关于她的任何信息。总之，就是靠着这位女士，刘志军才顺利坐上了铁道部长的位子。老话说得好，遇上一个对的女人，能让自己少奋斗30年。而刘志军这一段升官发财的路，竟然接连遇到了3位，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男人当时得有多么走运。刘志军像是一个精准的猎手，每一任妻子的背景都经过他的严格计算。第2任妻子帮他打开了进入铁道部决策圈的大门，而第3任则是让他直接握住了权杖的顶端。他在官场上的这种无情，反而被一些人解读为事业心强，不受家庭琐事羁绊。他在处理前妻和旧部时表现出的那种切割力，令人不寒而栗。每换一任妻子，他的政治资本就完成一次跨越式的增值。在他眼里，婚姻不再是情感的港湾，而是他在权力博弈中的加杠杆工具。这种靠女人上位，又靠抛弃女人稳固地位的逻辑，贯穿了他的整个升迁史。但咱有一说一，他的3任妻子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相貌都不算出众。所以这就在刘志军心里留下了一道阴影。正所谓越没有的就会越想要，所以他开始对年轻的女性产生了一种近乎偏执的迷恋。于是在接下来，他又认识了一个足以满足他所有欲望的女人。丁书苗此人才高八斗，长相奇特，但那能力却是杠杠的强。丁书苗之前是一个煤老板，大字不识几个，小学没毕业的他丝毫没有被9年义务限制发展，反而成为了一个雷厉风行的女企业家。起初这个丁书苗是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了刘志军，2人见面之后，丁书苗展现出了女性中少见的豪爽与直率，这让刘志军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虎娘们。所以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丁书苗在刘志军的帮助下，接连拿下了很多铁道部的建设项目，并成为了拥有巨额资产的民营企业家。丁书苗这个身高1.75米，长相甚至被媒体形容为惊悚的山西农村妇女，却是刘志军一生中最信任的灵魂伴侣。2人的结合是权力的傲慢与资本的野蛮最完美的化学反应。丁书苗出身草根，靠在山西铁路上运煤起家。他深谙底层生存法则，只要给足了力，没有敲不开的门。他第一次见到刘志军时，竟然表现得像个忠诚的家奴，
他不谈业务，只谈照顾刘部长的工作与生活。丁书苗这种不计尊严的讨好，极大地满足了刘志军那颗因为多年走夫人路线而受压抑的男权自尊心。在刘志军眼中，丁书苗是他最得力的外库，也是他通向极致奢靡生活的秘密通道。此时时间为2006年。你或许会问，刘志军为何如此信任这个女人？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事实上，两人之间藏着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对于丁书苗来说，自己就是个暴发户，跟这种大佬在一起，那就得使劲抱住他的大腿。可是怎么抱呢？自己一没文化，二没颜值，靠自己那无非就是搬石头砸脚。还记得之前说过的刘志军的婚姻吗？他身边连续几个女人都是长相平平，唯一好看一些的是第三任，可那也算不上惊艳。当了解到刘志军的这些事情之后，丁书苗找到了巴结刘志军并与其维持关系的重要通道，那就是投其所好，为他挑选合适的女人。一个被选中的女孩名叫王丽娟，此人在武汉站上班，那长相堪称出水芙蓉。当她成为刘志军的情人之后，刘志军也是对她爱不释手。在他的运作之下，王丽娟不仅当上了北京站的站长，甚至还破天荒兼任了北京局副局长。王丽娟的案例是刘志军任性用权的一个极端缩影。为了安置这个心头好，刘志军甚至直接对手下交代，这是个能干的人，要压担子。这种所谓的压担子，实质上是让一个毫无管理经验的女孩坐在了极其关键的权力位置上。这在讲究资历与实力的铁路系统内部，简直是公然的羞辱。但刘志军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在我的地盘，我给谁权力，谁就是神。丁书苗在背后打点一切，从王丽娟在北京的高档别墅，到她身上价值数万元的丝巾，这种金屋藏娇的费用，全部由丁书苗在铁路项目中的回扣中支出。在他们构建的小圈子里，公权力变成了私产，国家编制变成了调情的筹码。当看到刘志军沉浸在温柔乡之中，丁书苗清楚自己是找对了突破口，于是他又从另一个车站找来了一位售票员。与之前王丽娟的冰清玉洁不同，这名售票员更显女性魅力，用风情万种来形容毫不为过。而刘志军对于丁书苗的安排也是相当满意。与此同时，丁书苗也在这段时间拿到了越来越多的工程。当时他心知肚明，靠这种手段攀附权贵其实风险非常大，一旦咱刘部长对这些情人感到厌倦，那自己也就没什么价值了。所以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丁书苗拼命为刘志军搜罗美女，这其中从护士到主持人再到空姐，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不仅如此，为了让刘志军为国争光，他还为刘志军找了2个俄罗斯女学生。据说当时刘志军去黑龙江处理事务，就将这2位女学生带在身边做贴身陪同。刘志军对于女性的迷恋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收集癖。他曾对丁书苗说，世界这么大，各种类型的女性我都要见识一下。丁书苗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秘密团队，名为博瑞投资公司，实则是一间专门为部长筛选美女的猎头办公室。他们不仅物色国内的美女，还将触角伸向了在华的留学生群体。那2名俄罗斯留学生不仅外貌出众，且经过了丁书苗团队的礼仪培训。刘志军带着他们出巡，仿佛是带着2件稀世珍宝。在他眼中，这不仅是肉体的快感，更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权力展示。在这种极度的狂乱中，丁书苗顺利拿到了高铁升屏障，高铁轮对等核心部件的几乎垄断性的供应权。每一页的荒唐在第2天的招标书上都会变成数以亿计的利润。而丁书苗这边也是趁热打铁，趁与刘志军交好之时，他注册了2家公司，并垄断了当时高铁核心部件的供应。2008年时，丁书苗还成立了高铁传媒，并依靠刘志军的关系垄断了整个高铁的广告经营权。同时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丁书苗还从所有项目中抽取回扣，回扣比例从 20% 到 2% 不等。事后经过统计，仅京沪高铁这一项，丁书苗就抽走了8亿多的中介费，其涉案总金额更是高达1800多亿元。这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当时的丁书苗已经疯狂到了什么程度。然而对于刘志军来说，他最大的愿望并不是敛财，钱这东西对他来说似乎意义不大，他真正需要的是女人。前30多年的憋屈可让他难受死了。可是没过多久，丁书苗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世上女人千千万，但终究会出现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各行各业各领域都被霍霍完了，要去哪儿找到更多优质的猎物呢？这种贪腐规模的背后是整个高铁产业链的悲哀。丁书苗作为影子部长，甚至能够左右铁路局局长的人选，
只要对方不配合他的招标，他只需要在刘志军耳边吹吹风，那个局长就会被发配到偏远地区。这种权力的延伸，让丁书苗从一个煤老板变成了掌控中国高铁命脉的暗黑女皇。为了维持这种病态的利益链条，丁书苗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更高级的资源来套牢刘志军。他敏锐地发现，传统的售票员、护士已经不能让刘志军感到兴奋了。刘志军开始向往那种在聚光灯下的美感，那种被成千上万观众膜拜的女明星。于是，丁书苗将目光锁定在了那个充满了虚荣与诱惑的重灾区——娱乐圈。这个圈子里懂的人都懂，所以丁书苗直接豪掷数千万拍摄电影电视剧。至于电影是否盈利，他完全不管，演技好坏也无所谓。他唯一在意的就是女主角的人选问题。这些女主角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去当刘志军的女朋友。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当时在某些电视剧里特别明显，那就是明明演技不怎么样，却还能一直稳坐女主角的位置。现在回头想想，这事儿真是细思极恐。靠着这个办法，刘志军认识了不少一线和二线的女明星，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当时拍摄的新版《红楼梦》。这部剧可以说是美女如云，那金陵十二钗更是一度让观众魂牵梦绕。而据一些网络传闻，当时这部剧丁书苗也投资了上千万，这其中到底有多少内幕，我们不得而知。娱乐圈的介入将刘志军的腐败推向了极具戏剧性的高潮。丁书苗投资《红楼梦》，实质上是为刘志军开办了一个大型选秀场。那些曾经在观众心中纯洁无比的角色，在权力的巨轮下被碾压得粉碎。丁书苗通过举办所谓的选秀晚宴，将心仪的女明星介绍给刘志军。在那场奢靡的权色交易中，所谓的艺术底线荡然无存。那些演技平平却能在重头戏中霸屏的女明星，背后往往有着丁书苗在铁道部运作的影子。甚至有传闻称，刘志军曾多次深夜前往剧组驻地，而丁书苗则在门外亲自站岗。这种对艺术、对文化的公然强奸，是刘志军贪腐案中最活色生香的一笔。他不仅毁了铁路系统的清廉，更试图用金钱和权力驯化社会最前沿的审美和文化。可既然这样，两人又是如何落网的呢？原来当时铁道部有很多项目招标，而这些项目竟然都需要通过丁书苗来牵线搭桥。一些大型国企就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了，就连中铁这样的大型集团也得从丁书苗这位女煤老板手里去争取项目，所以很快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查，很快两人所做的事情就暴露了出来。2011年2月，相关部门正式对刘志军和丁书苗实施了逮捕。然而事情的发酵却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当时这件事情造成了巨大的舆论风波，不少人站出来指认两人的罪行。甚至一些女明星也出面指认，说丁书苗试图以陪睡为由邀请他们拍摄电影。后经过相关部门的审理，据悉丁书苗在2004年至2011年间，通过对刘志军进行性贿赂，获得了30亿元的非法利益，其中大量经他手的工程项目价值更是高达1800多亿。刘志军的落马是中国反腐历史上极其震撼的一幕。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当办案人员敲开刘志军家门时，他还沉浸在自己高铁教父的宏大蓝图里。丁书苗作为突破口，其交代的内幕令人心惊胆战。他们不仅贪钱，甚至还涉及了大规模的洗钱行为，通过购买大量的古玩、字画、房产，试图将权力变现的财富永久化。调查组在刘志军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数以百计的高档手表和成堆的奢侈品礼盒。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任期间竟然还极其迷信，为了保住官运，在办公室请风水师布阵，甚至在高铁动工典礼上都要请大师算日子。这种极度迷信与现代高铁技术的强烈对比，充分说明了刘志军内心深处那个卑微且恐惧的灵魂从未改变。2013年6月9日，北京市中院对刘志军一案开庭审理，检方指控刘志军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并认为其涉案金额为人民币6460.54万元。最终以多项罪名判处刘志军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没收财产。丁书苗因行贿罪和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5亿元，没收个人财产2000万元。而这个罚金数额创下了个人犯罪的历史记录。至此，整个案件告一段落。但有一说一，事实上刘志军对于中国高铁的贡献也是极大的。中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铁京沪高速铁路正是在刘志军的指导下完成的。
另外，在2004年时，刘志军曾带领团队去访问日本和德国，希望学到更先进的高铁技术。可是当他们过去之后才发现，人家根本就不愿意透露。当时的刘志军一气之下回国，并改变策略。既然对方不愿意透露具体信息，那我们就自己动手来做，全力以赴的去做。于是之后开始向全球招标进行研发，而他的这个举动直接推动了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所以他也被大家称为高铁之父。这里我们要审视刘志军那极具毁灭性的工作狂人格。他当年推行跨越式发展，几乎是以命相搏。他曾为了赶进度，连续几个月吃住在专列上，半夜3点突然查岗，撤职局长是家常便饭。他在技术谈判时的那种狠辣，确实让外国专家心惊胆战。他曾指着德国西门子的首席执行官说，要么降价1半并转让核心技术，要么现在就给我滚出中国市场。这种近乎疯狂的爱国主义与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交织，让他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体。他不仅在技术上要超英赶美，在享受上也要登峰造极。他的成功是因为他是个赌徒，他的毁灭也是因为他是个输不起的赌徒。他用高铁的速度掩盖了体制内的腐烂，直到这种腐烂最终吞噬了整列快车。所以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刘志军的6000多万并不算多，但法不容情，公不能抵过。对此你怎么看呢？刘志军案的落幕是一个时代的警钟，他的一生是权力与人性博弈的惨烈写照。他用自己天才般的智慧和魔鬼般的贪婪，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又臭名昭著的一页。他的功是时代的推力，让我们用10年走完了人家50年的路。他的过是制度的伤疤，提醒我们不受制约的权利是多么可怕。中国高铁如今已成为世界名片，但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在那些光鲜亮丽的高铁站背后，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权力与金钱、美色深度勾兑的黑暗历史。法律的判决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惩罚，更是对那种为政绩论而忽视道德底线的行政逻辑的终结。对此，屏幕前的你是感叹他的才干，还是唾弃他的灵魂？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得到你的订阅和点赞转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